小老板昨天去我的陶瓷坊了？是，已经去过了，而且我已经跟黄师傅画了几样新样式，等他改好后会给您看的。看不看过问题不大呢，小老板给的样式肯定是漂亮的。朱老板，这是……正如小老板所见，这是新品陶瓷分成的书签，是之前我写好的。小老板看过后，要是觉得满意，咱们俩就去趟衙门将这分成定下来。听着这话，江月仔细瞧了瞧书契的内容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江月给朱老板出主意，卖得陶瓷所得，他七他三。这要是卖了1000两银子，他可分得300两。江月觉着自己这银钱拿得过于简单了些。朱老板，您这给的分成似乎过多了些。哎呀，小老板客气了，你可知道你上回给的样式让我挣了多少银钱？江月不知道，摇头后便望着朱老板，希望他能快些说出来。小老板去年10月份给我画的样式，现在1月了，过去大概有3个月，我大致挣了5000两银钱不到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江月听见后惊了，他倒是知道陶瓷这行挣得多，但也没想到他这几样新花样竟能让朱老板挣这么多。江月这表情太过明显，朱老板便笑了笑。上回能挣那么多，主要是因为小老板给的花样新奇，再加上过年有许多老板都愿意买着送人，这才让我赚了好些。后面这几个月可挣不了这么多，但只要我不亏，只要挣到200银钱，也会跟小老板细分的。小老板，这是为何呀？你都去过陶瓷坊的画了样式，我以为你是愿意签着书契的，你这是打算白给我银钱了？那我不愿，只好将那几样新的图还你了。别啊，朱老板，我不是白给的意思，我是想换种方式，毕竟是分成，我们总得对账吧，万一哪天账对不上呢，这不得生了嫌隙啊。小老板，我们都是做买卖的，我自然能懂你的意思。我觉得小老板可以让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去陶瓷坊看着，在两边都拿账本记着，这样不就行了？朱老板，要不是因着您，我也碰不到陶瓷生意，这分成我便不要了，以后我给您画一个样式，您就给我份银钱，当做买断便好。这说实话，我之前也考虑过买断，但这买断的价钱可比不得分成。但买断省心些啊，酒楼现在好忙的，我应当顾不上那么多。那小老板觉得如何买断妥协啊？上回我画了5种样式，大致挣了5000两银钱。是，我记得这3种简洁大方的花式，2种可爱些的，简单大方的多挣了些，5种加起来差不多5000两。按照分成来说，小老板可以分得1500两银子呢。朱老板，明天我再去陶瓷坊画上一样，凑齐5种样式，您给我3000两买断可好？不过我不敢保证您能挣上多少。便按小老板说的吧，明天我就将银钱给你带来。要是小老板信得过我，等我挣得1万两银钱之后，我再补些银钱给你。买断便是买断了，哪还有补的道理？而且也不知这回的新样式卖得如何呢？小老板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亏钱的。我对小老板画的样式是有信心的。这样一来，江月跟朱老板便将这事儿谈了妥当。第二天午市后，江月依言去了陶瓷坊，添了一样花样。朱老板则在晚上过来吃饭时，趁着人少的时候，直接给了江月3000两银钱。朱老板，祝您的陶瓷生意红红火火呀！那自然是会的。而江月因着得了银钱，在镇上买房的念头就冒了出来。朱老板，我可能过段时间便不租您的那间院子了。小老板这是打算买屋子了？是呢，有这个想法。那我也祝小老板早日买下称心的屋子。当然了，我那屋子小老板想租到什么时候都可，不碍事的。晚市下工后，江月将这事儿告诉了江母和江阳。哎呀，朱老板一口气就给了你3000两，这做陶瓷买卖可比做吃食的挣钱多了。确实是的。我倒是好奇，妹妹给朱老板画的是什么样式，竟然能让朱老板挣那么多？我只记得自己画的样子，陶瓷成品倒是没有见过呢，应该是好看的。要不我们买一个陶器回来瞧瞧？可以呀，陶器也有便宜些的，买来不贵呢。到时候有客人问起，也可以说是阿月的主意。啊，你们可别啊，买陶器大可不必，现在14里的够用呢。娘，哥，我主要是想跟你们说，我想拿着这银钱在镇上买间屋子，早些买，住着自己家的屋子也更自在些。
可你爹还在村里弄屋子呢，我们不等他回来再商量商量？自然是要等他回来一起去挑挑的，但这屋子在3月之前一定要买下。好嘛，3月之前我们去找房伢子瞧瞧便是，见着中意的便将它买下来。一旁的江阳见江月和江母几句话之间，就高兴地将买大屋子的事情定下了。本不想扫兴，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问：妹妹，这回还是你出钱？不啊，我之前已经跟爹娘商量好了，我们每人都出一些，均出。真的呀？均出好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但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，一点印象没有。好像是正月时，娘来我屋子那会儿，那天你不在的。对了娘，爹那时候好像也不在呢，你后来有跟他提起过吗？倒是真没提，不过没事儿，我知道就行了，你爹知不知道也没啥。妹妹，我全部的银钱都在了，我怎么觉着不够啊？在镇上买屋子价钱肯定不低。应当是不够的，我想买再大些的，还是2进2出的院子，不过房间要多些，小新今年都7岁了，可以让他自个儿睡了。这个确实，你俩跟他一般大的时候也自己一个人睡了。娘，我们人多，自然想买大一些的，可我手上的银钱不太够怎么办？去钱庄借些。哥，你脑袋坏掉了？有我在，你还要去钱庄借？自然是找我呀。那还不是你出钱吗？自然不是，我这是借你的，慢慢还嘛。大洋啊，就依阿月的法子来吧，反正都要借，还不如跟阿月借呢。去钱庄那儿还要多还些银钱不是？好吧，那便如此吧。妹妹，我这400两银子你先拿着，到时候不够的部分就是我借的了。哥，你这银钱都给了我，你娶亲时怎么办啊？江母听江月提起江阳娶亲，便想起了张姑娘，他们到现在还没跟张香香一家相看呢。看到没，就是那个穿浅黄色衣服的，那便是张姑娘了。娘，我看到了，张姑娘瞧着还挺漂亮的。是吧？我也觉着，性子也好，吃个麻辣烫都乐呵呵的。就是吧，阿月啊，你说这张姑娘不会真是因着麻辣烫才跟江阳相看的吧？江月听着这话吃了一惊，紧着摇了摇头，直说真不会这样。我也是随口一说，就是张姑娘也太爱吃麻辣烫了些，每回来这边吃饭都只去江阳那儿，我们这边的吃食什么烤鸭炸鸡她都没来看过呢。张姑娘竟这么喜欢吃麻辣烫，那她只吃过麻辣烫吗？那没有，还是吃了别的。你哥会从14带些吃食过去给她的，像那鸡翅包饭，你哥昨天就给张姑娘拿了好几个呢。江月听到这儿松了一口气，想来张姑娘还是相看上江阳了。哎呀，你哥总是这样，回回都挡着。那我们就别看了吧，总归过几天就能相看了，到时候可以好好的互相了解下。是啊，我就等着那时候了。因着你哥每回都这样，我只是开头那回跟你爹还有王婶偷偷瞧过呢，后边我都没敢往那边瞅，只偶尔看看张姑娘到底有没有过来，生怕张姑娘发现了不喜欢这样呢。就是你哥眼神好得很，我还什么都没看到，他便挡着了。哼，娘，那后几天你再忍住，我们就不往那边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忍住不看。江月和江母在门口说着这些的时候，江阳也连忙上张香香往他们这边看了看。张姑娘，我娘旁边的便是我妹妹了，你喜欢的麻辣烫和14里的各种吃食都是我妹妹的想法。江老板，你家妹子手艺这么好，想法又多，怎么平时没在14里瞧见过她？今天好像是头一回呢。其实我妹妹之前一直在14里面忙活，后来在镇上开了家酒楼，她平日里便去酒楼里忙活。我想着我妹妹的酒楼跟我关系不大，便打算两家人相互看的时候再说。张姑娘，你不会怪我之前没和你说吧？不会呢，理应是这样的。不过江老板，我可以问问你家妹子的酒楼是哪家吗？不知道我有没有去过。我妹妹的酒楼名声似乎还挺大的，是镇上的百味楼。百味楼？是镇上那家卖锅子和烤串的百味楼？就是那家。张姑娘可是去过？我去过，但只去过一回，
好不容易才排到的，跟我爹娘还有阿婆点了锅子，还加了羊肉片和羊肉串，难怪我吃锅子的时候还看到了里头好多食材是食肆里有的，就是没听你说过，我便没多想。张姑娘如此说着，江阳便在午事后将这话给江月和江母仔细复述了一遍。哥，既然张姑娘他们喜欢我做的吃食，相看那时我便做些吃食带过去吧。这样也可，我觉得张姑娘他们会喜欢的。对了，大洋，你这2天抽空回趟村子，把你爹喊回来，马上就跟张家相看了，他可不能不在。江阳便听话的，自己则回了趟柳溪村，将这事儿跟江父说了。爹，你可记着了，在2月初，大概是初5那日，你早些回来。行，我记着了，初5嘛，一定会早些回去。大洋啊，后天我们可就要跟张家相看了，张姑娘有没有提起她爹娘平时里喜欢什么的？倒真没提过，我只知道张姑娘一家好像都喜欢去茶馆里听书来着。喜欢去茶馆？那我们送什么呢？难不成送茶？送茶好呀，我听张姑娘说，她爹娘好像每天都喜欢泡茶喝呢。如此一来，江家人便决定好了跟张家人相看时要送的见面礼。阿月啊，你说小季现在有没有空啊？应当有吧。娘，你是想将季大哥带上？我跟大洋对这茶叶都不懂呢，我想着小季懂得多，将他带上也好出些主意不是？听见江母这么说，江月记起自己也是不大懂的，便带着江母和江阳先去了书铺。小季啊，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回了，我对这茶叶实在是不懂，平时喝的都是最便宜的，要让我挑，我是真挑不出来呢。江姨，不麻烦的，我对茶还是真有一些了解，应当帮得上忙。也因着季子安在，买茶这事儿也极为顺利。小季啊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14还忙，我跟大洋就先回去了，你跟阿月再逛逛吧，酒楼不忙呢。季大哥，我们回酒楼坐一会儿吧，这街上好像也没什么可逛的。好，就听月月回酒楼的吧。回酒楼的路上，江月把江阳和张香香的事情跟季子安仔细讲了。之前我娘还跟我说觉着我哥奇怪，一会儿一个想法，我们那时候是真没想到他有了中意的姑娘，竟还跟他相看了，这可巧了不是？我听大洋说你们平时里喜欢喝茶水，我就跟大洋和我家姑娘一起去了趟茶行，特意挑了些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。张家人看着江母递来的食盒，先是愣了愣，反应过来后便笑了。江父江母正不解着，就看到张母从身旁也端了一个盒子出来。哎呀，这可巧了不是？我们竟然挑了一样的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巧了，挑的见面礼竟然一样呢。两人好好聊了一会儿，点了一壶上好的茶水，又点了几盘茶馆里的特色糕点。想着小二端糕点上来还有些时候，江母便打开了食盒，将里头的片皮烤鸭端了出来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客气了，怎么还特意带了吃食过来？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们可就带了茶叶。哎，张嫂子客气了不是？我们可是做吃食生意的，这带些吃食过来怎么会麻烦呢？不过可能时间有些长，没有刚出炉的时候好吃了。怎么会呢？这烤鸭瞧着不是漂亮的很吗？不过我倒记着大洋过年时送来的腊肉和香肠，照着他教的做法，我给家里人做了一顿。哎呦，那味道真是可香了啊！张家嫂子喜欢腊肉可就好了，我们还剩了一些，特意给你们带了过来呢。哎呦，这怎么还带东西了？江家妹妹，你们也太客气了些。没事儿呢，都是些吃食，真没客气。我先前还怕你们不喜欢这腊肉的味道。之前陈媒婆有跟张嫂子提起过吧？我们从柳溪村来的，在镇上做吃食生意。提过呢，就不说陈媒婆了，我们家香香不也经常去你们14吃麻辣烫？就是麻辣烫，我跟香香去吃过一回呢，味道是真不错。江家妹妹，大洋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说实话，香香这孩子除了有时候做事着急了些，其他都挺好的。
我们也不盼着她嫁个大户人家，找个和乐的夫家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哈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？江母这话一出，包间里的大伙儿都笑了笑。哈，张家嫂子，我说的可是真的。我家之前的日子过得虽然苦，但一家人劲儿都往一处使呢。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些，也没因着银钱生了嫌隙。我真觉得我们家过得和乐舒心来着。江母和张家人说了自家屋子的情况。我们在镇上虽然有屋子，却是跟铺子连一起的，平日里也没得清静。你们虽是租的院子，可是比我家的舒服多了。哪能啊，自家的总归不一样。我家现在虽然都在镇上做买卖，但孩儿他爹最近可抽空回村里弄了新屋子呢。我家姑娘最近也打算在镇上买间大些的院子呢。我们一家人每人都出些银钱，倒也能买下。江母这般说着，倒是让张家人知道江家是特意弄了新屋，心里也更高兴了些。两家人仔细聊了好一会儿，临近最后，张家人才说了娶亲的要求。江家妹妹，我们不求着香香嫁到大户，不过最基本的还是要的，不用多给，但要按着镇上的要求来。镇上最基本的礼金是12两银子，张家人是真没打算多要。江父江母同他们聊过一阵后，觉着两家的脾性相似，以后肯定能好好相处，便连连应了下来。我觉着他们一家是真不错啊，这江家姑娘都在镇上开大酒楼了，他们也没想着让她一个人出银钱买新屋，反而是要每人都出一些。大洋呢，也只是拿着自己该得的，不会想着要多拿些旁的。这样的性子可好呢。是啊，我也这般觉着，这样的人家香香嫁过去一定能省心不少。我们本来就只求她过得舒心，不是？那可是呢，主要是大洋瞧着就精神，对香香也不错，俩人坐一块儿，瞧着还挺搭呢。张阿婆说完，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张香香。张香香在她面前难得羞了一回，张阿婆瞧她那样子，便更乐了些。哎呀，刚刚可真是慌死我了，我一直怕自己嘴快说错话，坏了大洋的事儿呢。不会呢，娘，你刚刚跟张姨聊得可好，我没觉着有哪里不好的。再仔细想了想刚刚在茶馆包间里的表现，觉着自己确实没说错什么，便放心了些。跟江月在路口分别后，江母他们4人一起回了14。江月觉着现在时辰还早，便直接去了书铺找了季子安。江姨和大洋这是相看好了？相看好了，我觉着还挺顺利的。张家爹娘跟我爹娘一样，都是好相遇的性子。对了，季大哥，你知道他们送了我爹娘什么吗？是你昨天挑的那盒茶叶，张家人也挑了一样的。我娘将茶盒递过去的时候，那张姨似乎还愣了一下呢。那还挺巧的，想来张家人也是挺上心，大洋这门亲事不错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哥可给我找了一个好嫂子，今天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呢。江月因着高兴，将今天相看时的事情跟季子安仔细说了说。季子安只在一旁静静听着。季大哥，我这2天可能要跟我爹娘去找房伢子看院子，就不过来了。看院子，月月这是准备买新院子了？我哥快成亲了，一直租着朱老板的院子，感觉也不太对。而且这2天刚好我爹在镇上，我就想着早些将屋子定下来。好，月月那先忙着，不过等新院子定下来之后，记得告诉我一声。娘，明天就让我先将银钱带过去吧。真见着中意的屋子，我就先将银钱先付了，以后再从你们的月钱里扣。阿姐，我也有银钱，你怎么没问我要啊？我也是个有钱人呢。那小星，我明天买屋子可能还缺6两银子，就麻烦你出6两了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也是花钱买屋子的人了。江月见江星这样，觉着好笑，想起之前的打算，便问了问他中意什么样的屋子。我都行吧，只要爹娘还有大哥阿姐都在，住哪儿都行呢。江阳听着这话直呼他嘴甜，江母听着倒是觉着高兴，这可是连小星都懂事了。我是想问问哥，以后怎么打算呢？是一直跟着我做吃食买卖，还是将之前学来的手艺拾起来？
这个问题我之前倒也想过，说实话，我是想做木工活的，毕竟我跟师傅学了好长时间呢，就这么放在一边了，我觉得有些可惜。阿玉啊，你今天怎么突然这么问呢？是不是有什么法子了？是呢，确实是有些想法了。我是想着哥的木工活不能生疏，但14、2号现在也离不开哥的帮忙，我便想到了杨主事他们。妹妹，你是想让杨主事帮我打好的东西拉出去卖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镇上有李师傅在，一般人是不会找哥打东西的，是吧？可不就是这样，好好的谁会找大杨这刚出师的打东西呢？妹妹，这镇上我都卖不了，杨主事他们可是去国都或者别的繁华的地方，那肯定也是不缺手艺好的木工，那我打的东西会好卖吗？要按手艺来说，我们肯定是比不得那些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傅的。那既然手艺上比不得，我们便从样式上取胜。样式？你这是有法子了？是有法子，我自然是仔细想过了，才跟你们提这事儿的。之前我不是给朱老板画了些样式，他的陶瓷卖得不错呢，我便想着我也给哥画个样式试试，看看能不能靠着新样式挣些银钱回来。可是我觉得杨主事他们好忙啊，突然托他们帮我卖，也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。我想着要是能让他们挣到银钱，应当不会不愿意的，就先辛苦哥1个月了。这个我觉得可以，总归要先试试，才知道能不能挣钱嘛。那好，杨主事他们过来时，我将这事儿跟他们说说。如此，江阳在晚上下工回来，再打东西这事儿便定下来了。小老板，这回是要看院子？是呢，大哥，因着家里人多，我们想买间大些的2进2出的院子，里头的屋子最好又大又多些的。这我手头还真有几间，老板们跟我过去瞧瞧。如此，房伢子便带着江月他们去看了看他手上2进2出的院子。江月他们刚开始都有些不太满意，直到最后，房伢子将他们带到了一处院子，离他们现在租的地方只隔了1条街，但这边的院子明显更新更大。小老板觉得这间如何？这条街上的院子有好些新起的，现在还不大有人住着，而且因为都是大院，里头的老百姓们似乎也不太爱出门，看着可能会比镇上的其他街巷冷清一些。但同样是2进2出的院子，这里可多了4间屋子，应当是符合小老板的要求。爹娘，你们觉得这里如何？阿月，我跟你爹觉得这里不错呢，离酒楼和14都不太远，而且这里说实话也算不上冷清了，离我们住的地方只隔了1条街而已，那里可热闹。小老板，这里虽然比不上隔壁街上热闹，到底是新屋子，院落也大，价钱不会太便宜，一共要2300两银钱。2300两银钱倒是跟江月预估的差不多，但他不太喜欢这数目，便跟房伢子还了还价。小老板，这屋子的价钱我是真做不了主，我只能给你这个数，可不能再便宜了。见房伢子如此，江月便没再继续还价，最后将这屋子的银钱定在了2280两。虽然只少了20两银钱，但江月喜欢这数字，便也接受了这价钱。阿月啊，这院子总价钱要2000多两，那我们每人分的呢？我该给你多少银钱呢？减去小星出的6两银子，再将这银钱分3份，我们每人要出758两。758两。二他娘，这么分下来，我怎么觉得这银钱也不是太多呢？在买田庄之前，我们手头上的银钱可是足够的。你不也说了是在买田庄之前？买了田庄后，我们手头上可没这么多的银钱，又在柳溪村盖了屋子，也就剩下180两了。不过有一点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俩只花700多两银钱，就得了间这么大的院子，真算不上多了。这可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。江阳在一旁听着，知道自己也是这么觉着的。这么大的院子，他只花了758两，而且他已经给了江月400两银钱，只要再好好干上1年，那他买屋子的银钱便还清了。这般说着，江阳可盼着杨主事他们能早些过来，要是他们能将这事儿应下，那他攒银钱这事儿便多了份盼头。娘，这上头可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房契你可收收好了。好，那我便收着了，放心吧，绝对不会丢。见江母将房契收好，江月便跟他们告了别，转身往反方向走了。他可还记得季子安前世跟他说过的，订好屋子后要跟他说一声。
趁着现在时辰还早，江月就去书铺告诉了季子安这一好消息。